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正念教养一周一练习这个小单元。在这个分享里面呢，我都会用我自己家里就是在日常生活中发生的真实故事，来看看我们是怎么把正念教养的这些原则一点一滴的落实到陪伴孩子的细节里。那今天呢，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个我自己觉得超有力量的故事，是关于好奇心的。好，故事是这样开始的。那天就是一个再也普通不过的早晨，阳光嘛就暖暖的洒进我们家的餐桌。我那时候正在准备早餐，然后我的孩子就坐在对面，很安静的在搅他碗里的东西。我心里还想说，哇，太棒了，今天又是个平顺又美好的开始。结果就在这个时候，他突然抬起头来看着我，他就跟我说，妈妈，我好想不要上学哦。哇，这句话虽然讲得轻轻的，可是我当下的感觉就好像整个时间突然被按了暂停键一样，你知道吗？就是整个早晨那种很平静的空气，瞬间真的就凝结了。坦白说如果这件事情是发生在几年前呢，我的反应绝对会非常非常不一样。我的脑中马上就跳出两个我，一个是过去的我，那种很自动反应的我，另一个是现在的我，就是练习正念之后的我。这两种应对方式真的是天差远地。以前的我大概会立刻启动那个妈妈说教模式，然后就开始滔滔不绝地讲一大堆道理，像是你说什么怎么可以不去上学呢？你不去上课，你功课会跟不上哦。做人要有责任感，你知道吗？我跟你说，这段演讲可能可以讲个500字，然后一路讲到孩子眼神都涣散了，心早就不知道飞到哪里去了。不过还好，在练习正念教养之后我学会了一件非常重要，而且可以说是彻底改变了这一切的事情。那是什么呢？很简单，就是在你做出任何反应之前，先给自己一个暂停1秒钟的空间。对，你没听错，真的就只要这1秒钟。这1秒对我来说就像是一个礼物，它让我能够从那种很自动、很焦虑的反应模式里面先跳出来一下。所以这一次呢，我就让自己很慢地又很有意识地把我手上的筷子放下来，然后我看着他，用一种真的很温柔的语气问他，怎么了呀？是什么原因让你今天会不想上学啊？我的语气里面完全没有批判，就真的只是单纯的好奇。结果他几乎想都没想就回答我，因为我想一直在家玩啊。就是这么简单。我本来脑中还想过100种可能，是不是在学校被欺负啦，还是功课压力太大？结果都不是，就只是想玩。我们常常会发现，孩子的世界真的比我们这些大人想的要单纯直接太多了。我听完之后，就只是轻轻的点点头，然后说，原来是这样呀。你看，我没有去纠正他，也没有急着要跟他讲什么大道理，我做的就是很单纯的接住他的感受，让他知道，妈妈听到了，妈妈看见你的感觉了。然后我脑中就闪过一个蛮好玩的念头，我决定，我们今天不要说教，我们来用好奇心引导他看看。我就问他说，妈妈很好奇如果你以后长大当爸爸了，你会不会让你的小孩就为了想玩，然后就不用去上学，一直待在家里呀？他听完先是愣了一下，很明显他被我这个新的角度给吸引了，然后他就很认真的想了几秒钟接着很肯定的摇摇头跟我说，不会。我跟你们说，在那一刻我真的用尽全身的力气，忍住那句快要冲口而出的你看吧，我就知道。我没有，我只是顺着他的思路继续很好奇的追问下去。那为什么不会呢？上学有什么好处是你会希望你自己的小孩一定要去体验看看的？
你看这些问题其实都没有压力，对不对？他们就只是在邀请他去探索他自己心里的答案。然后接下来发生的事情真的让我超级感动，他就一条一条的说出他自己的理由哦。他说，因为上学可以变聪明啊，还可以学到新的知识，而且可以跟同学一起玩，老师会教一些在家里学不到的事情。哇，我听完真的觉得这些答案比我本来预想的还要完整，还要深刻太多了。我过程中都没有打断他，就只是很安静的听着。等他全部说完，我才用一种很肯定的语气跟他说，哇，原来你早就知道上学有这么多这么重要的地方呀。我要让他感觉到他的想法是被尊重的，而且他自己本身就拥有智慧。是在他自己建立起上学的意义之后哦，这个时候我才温和地分享我自己的想法。我跟他说，妈妈的想法也是耶，就是希望你能够学到很多很多的能力，这样你未来就会有更多的选择，可以走向你想要的幸福。这不是把我的答案硬塞给他，而是把我的心意轻轻地放在一个他能够接得住的地方。我说完之后，他就点点头，然后就很开心地继续吃他的早餐了。那个一开始不想上学的小小情绪，就好像一朵小乌云一样，很神奇的就自己飘散了。一场本来可能会发生的亲子冲突，就这样变成了一次非常深刻的连结。这整个过程真的让我又一次很深刻的体会到好奇心它真的就像一把万能钥匙，它不只可以打开孩子内心世界的门，也能打开他们那颗愿意跟我们沟通的心。真的，你想想看，当我们很急着要去纠正、要去控制的时候，其实就像是在用力推一扇已经关起来的门，结果呢，只会让孩子的心门砰一声关得更紧。可是当我们是带着那种很温柔的好奇心去轻轻的敲门，去询问的时候，你会发现那扇门就会很神奇的为我们打开，然后邀请我们走进他们那个独一无二又充满想象力的世界。所以咯，这就是我们这一周要一起来做的练习，用好奇心来引导，而不是用说教来控制。这个练习超级简单，就只有3个步骤。好，第一步，当孩子说出一些话让你很想立刻反驳的时候，记得先暂停1秒钟。第二步，深呼吸，把这1秒钟当成是送给你们亲子关系的一个礼物。然后第3步，问一个真正充满好奇心的问题。那你可以试试看这样问，比方说，我很好奇耶，你现在心里的感觉是什么啊？或者也可以说，妈妈想多了解一点，你可以多说一些，让我更明白吗？只要让孩子感觉到安全，他自然就会愿意分享了。所以请大家记得这句话，好奇心是拿来建立连结的，而纠正常常只会筑起高墙。当我们的孩子感觉到安全，愿意对我们敞开心房的时候，他就会很自然的自己走向那个更成熟也更有内在力量的位置。那如果你也喜欢像这样很温柔、很贴近我们家庭日常的正念教养练习，我很诚挚的邀请你可以订阅我的频道 Ann 亲子书房练习曲，让我们每个礼拜都一起用一点点的觉察，来让我们的家庭节奏更安稳，也让我们孩子的心能够更明亮、更有力量。